7月23号，那很开心，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王腾谦，Aleph 的 Aleph 前辈来这边线上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这时间点，因为 Aleph 已经到了线上，我们就直接邀约我们的 Aleph 来为大家开讲，欢迎。好，那就麻烦喽。哇哇，好精彩啊！一定要。好，主持人，我应该开始了吗？好，你可以开始了，麻烦你喽。好，好，OK，我们时间宝贵，我想，很荣幸啊，这个当观众看费学院看了好久了，那今天有机会呢，能够上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跟知音伙伴在讨论这个讲题的时候，正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有关童军用品、童军灰的问题啊。那我们两个都认为说，其实我是觉得早就一直认为说，应该要让服务员有更清楚、更正确的资讯啊，因为毕竟这个童军徽在我们的活动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也是我们精神的象征啊，所以我觉得这里跟相关的这些讯息啊，我一直希望能够跟各位跟所有的服务员伙伴不管是国内还是在国外，因为毕竟我这亚太区也有担任工作，也是相关的啊。那我常常扮黑脸啊，各位知道扮黑脸的意思是什么吗？我常常在检举这个不当使用啊，所以这个在国外很多人都知道我这个我是童军会的这个有点叫做这义务警察啊，我是义警啊，因为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荣誉啊，事实上这是我们共同的资产，而不是让少数人可以去滥用或者是获利的。我觉得这个观念里面应该是所有同居人应该要关心的事情啊，所以我很高兴呢，有这个对学院的平台啊，让我有机会能够跟各位伙伴尤其是服务员伙伴，因为服务员基本上呃呃掌握了整个团里面的针对同学会的很多的活动纪念品的设计跟制作。那这一些其实，在几年前，这个也曾经发生过这个台湾省大会呃这个他们做的那个设计跟总会发生冲突啊，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所以那个时候也凸显了这个事情呢大家互相了解的重要性，所以我想很高兴今天有个机会跟大家至少把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当然这边里面还有可以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的啊，那我觉得接下来我讲完之后呢，我们大概有15到20分钟的这个讨论和问答啊，这个欢迎各位伙伴呢不客气啊，尽量提问。哎，我现在把我的荧幕分享一下。各位看到了吗？各位有没有看到？有，有的，有看到了哈。有，谢谢。好，那我想这个我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个浅谈呐、应该叫浅谈，亚太区同军五路供应链的这个营运介绍，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单位的存在。事实上我要很骄傲的跟各位讲，这也算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啊，在国际同居运动里面啊，待会儿跟你们介绍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以及这个供应链或者是同居文物对同居运动的影响。那各位看到我这个第一页左下角有一个叫 Scope 照，就是我们的亚太同居文物供应链啊。那右边呢是目前呢我们官方的世界徽啊，这个是去年才更新的啊，这个我也会提到，我也会跟各位分享一下相关的资讯。那我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呢，我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童军经历，还有跟童军文物的关系。
因为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这个也没有听过我这个人，也不晓得我这个人是什么背景，不晓得我在干什么的，我有什么资格来谈这个问题？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第二个，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看看国外是发生什么事情。对童军会的变革啊，这个在我们中华民国童军总会里面呢，一谈到童军会要改变这个事情的话，那就天翻地覆啊。以前不晓得人可能不知道，以前还发生我们的前辈们呢互相上法院告诉、提告诉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这个大家都有过，老一辈的都有过体验。那我觉得这个观念呢，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第三呢，就是跟各位介绍一下 Scott Bazaar。那 Bazaar 的意思呢，在这个应该说是在土耳其那个叫做那个交易广场啊，它是那个 Bazaar 呢，现在还叫 Bazaar，那个是欧洲跟亚洲啊这个欧亚之桥的那个伊斯坦堡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市场那我们用这个名字呢来作为我们跨国国际童军服务的一个交流中心。第四个，我想跟各位谈一下这个 IP 智慧财产的保护跟授权，当然也是我们台湾的相关的法规，因为各位要了解到这方面的事情，如果有处理不当、使用不当的话，那是违法的。第五个，最后跟各位做一个结论，就是谈一下童军运动的价值理念。那这个价值理念到底跟我的徽章使用有什么关系？这个我想各位这一张照片大概是我过去从2011年一直到2017年，在总会义务服务的时候，我担任工作的时候，各个国内外活动、国际活动，以及我主办这个国际研讨会，被拍的照片，所以可以看一下以前，我比较年轻的时候啊。那我个人在1973年成为童军家族的一员。那我1975年参加世界大陆营，第14次世界大陆营在挪威，1975年，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活动第一次开眼界。因为各位要了解，我们那个年代男生是很不容易出国的。那这个，所以基本上来讲，那时候我们在台湾所办的国际活动，相对的也没有那么多啊。那能够那时候能够有机会出国是不太容易，然后终于能够有机会大开眼界。那现在就容易多了，我们现在台湾非常国际化。第二个，我个人的童军经历是从童军行义罗浮升为团员，然后后来先成为团的服务员，同时我也担任台北市童军会，在1977年到1984年那时候呢，考验中高级的考验大部分都在阳明山。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比较流行的是中级考验是团内自己办的，然后呢才去参加阳明山台北童军会的高级考验，然后我们还有小队长训练营，还有专科营。那时候专科营办的非常的少，所以那个时候呢童军或行义能够拿到进阶晋级的机会实际上非常的少，所以我们那个年代比较着重的还是团的内部的活动的规划，而比较不会去依赖所谓的什么大陆营什么全省大陆营、全国大陆营，或者台北市大会。台北市大会我参加过一次，罗湖大会我担任一次那个总会的工作人员，但是以前办的真的相对比较少。我在78年，我成立了那个台北国立师大附中的行艺团那个时候我们成团呢就是满额一个标准团。那所以但是我从那时候开始，因为我之前就已经带过行，所以那时候我是由我自己来担任，然后我以副团长的名义来担任，因为学校社团嘛，各位都知道，一定要找学校老师来担任团长。那事实上学校老师那个团长，他只有在参加这个仪式的时候才来，那其他事情都是由我跟团干部包办。82年我有参加 ICSP 因为那个机会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呢我们台湾的生产业，尤其是部章、童军、女童军相关的警察、消防队。为什么呢？因为接待我的那个家庭的那个服务员，他本身就是一个美国很大的部章会章金普上，他就邀请我，那是我大学的
他就邀请我担任他的驻台联络处的代表，因为这样子我真的接触到产业。那个时候呢，各团自行制作纪念品的这样子的做法非常的少，毕竟那时候呢，大家的消费能力不像现在啊，所以我那时候也蛮幸运的，很早就有机会知道说刺绣布章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得好，然后应该怎么设计，所以我们在设计方面，整个图案的规划方面，这都影响到真正那个布章在打版设计的时候。那当然，事实上我个人呢，我在这个就业之后，我成立了一家公司，代理美国的进口的刺绣机。那个刺绣机的目的是专门开发而用的，所以我也代理他们同时有那个电脑软体。那当时在台湾用电脑软体来打版的还很少，大部分都还是靠师傅去打版。所以我在蛮早就接触到所谓的刺绣布章的设计，还有这个相关的生产都很经验。2021年当时理事长推荐抱歉，2012年那一年，我是2011年进总会环境组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这个话题更大了这进入总会环境组。那不过呢，2012年正好是亚太区在那个孟加拉开会那个领袖会议，各位应该知道，今年10月份这个亚太区的领袖会议呢是在高雄举办那你们可以注意一下讯息，有机会可以去参观一下。我也会亚太区供应链会在那边摆摊那2012年呢，理事长推荐我进入了这个亚太区的财务资源管理委员会。那我们这个财务资源管理委员会的主要的功能是在干嘛呢？我们是在协助各国总会提供建议、提供方案，辅导他们如何募款。因为自行建立财务能力，而不要完全靠政府辅助，这个在国际上，尤其在欧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运作童军组织的一个很重要的实力。那我们在亚太区的国家，大部分都在靠政府，包括我们现在我们那个自己的童军总会也是没有这样做。即使我在那边担任6年的委员，甚至于后来担任副主席，但童军总会还是没有采用这样子的体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那我在那个时候2012年我就提案成立了亚太区童军文物供应链，所以我说我们这个另外一个说法可以说这也是台湾之光因为是我提案通过然后建立的一个之前没有成立的单位，在亚太区那目前是全世界唯一的供应链。因为各位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世界童军商店已经暂停了，因为合约到了，然后原来的担任的这个授权的英国童军总会童军商店，他们不再续约，而世界总部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这个签约单位。2014年，我接任了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职务也是义务职但这个职务呢除了中管文教基金会的工作之外，其中有一个最大的项目呢，就是童军文物供应。所以很多人并不晓得，童军文物供应中心是属于这个文教基金会的单位这个我想跟各位做一个样子的说明。好，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有关这个童军会的变化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就是世界童军。我们从1920年开始这个第一个是波士道正式发布的是1920年，各位都知道童军运动的开始是在1907年吧，我如果没记错，1905年1907年。那应该是19那不管怎么样，他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组织化，但后来等到组织化的时候呢，他们才设计了一个新的 logo， 就1920年。后来1939年，各位看到这个 logo 事实上在外面这一圈它就是标上的5大区，全球5大区的名称，它把它标出来了这个是第二款。1955年呢，就多了一个外圈的这个绳结用平结然后其他的基本上的设计是不变的。1955年到2024年，就说去年，事实上这个发展呢，我们并不晓得内情不过
我们觉得这一个发展的设计有一点像英国的设计。然后呢，英国发布新的设计了之后呢，接下来澳洲跟着也改了新的设计。然后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今年马来西亚也出了新的童军徽的设计。这个跟英国比较密切的国家呢，都随着那个潮流已经开始做个调整。那我们发现有个特色叫做极简风啊，大家都在走极简风啊。但是呢，我在待会儿最后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一开始搞不懂，我刚开始我也搞不懂，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读世界总部当时发布的相关的媒体公关讯息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不过后来呢，他们有成立一个专属的网站，等一下我会分享，那边就更清楚。好，接下来我跟大家介绍英国。你看，英国在1908年就有了，而为什么世界总部是1920年才有呢？我想各位想想也知道呗，那个童军运动是从英国开始的嘛，所以英国先有这个童军运动，所以是1908年、1907年白浪岛露营之后，1908年他们就搞了一个，这个是手绘的。我们都知道费将军他很喜欢画画，我猜这是他自己手绘的。然后30年代就出了一个这个英国的，然后接下来呢，80年到90年只有10年，他们出了这一个他们英国的徽。那到了2001年又改了一个比较新潮，这个还蛮有动感的但是呢，这个配色也比较大胆一点，他们开始混色但是2008年呢，他们又改了颜色。各位，我在这里跟你们提醒一下，所有的童军会的颜色必须要依照有关单位他们所要求的配色原则，我们不能自行配色，因为这牵涉到 CIS 的设计，尤其现代的所有的不管是公营还是民间还是 NGO，大家都很重视所谓的 CIS 这个品牌形象所以这个很重要。好，各位你看一下，这个就是英国18年改的，你看吧，极简风吧，非常的简单星星不见了，那个指针不见了这个当时呢，他们也是经过很多的讨论、很多的辩论之后，最后才尘埃落定我想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面，大家对于这个徽章的忠诚度这个非常的强烈之下，要改变一个徽章，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英国领先带头做然后后来这些以前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我们叫做那个叫做大英国协的那些会员国都陆陆续续改了现在加拿大还没改那其他的很多比较小的国家都已经改了。好，在这里我刚刚讲颜色嘛，对不对？好，这个就是英国他们所发布出来的他说10秒钟来认识我们的品牌的变化。你看一下首先世界徽没变，当时嘛18年，这个英国童军徽变成这个了，然后呢，这个所有的幼童军变了，童军变了，为什么？这个童军徽不见了，拿掉了，爸爸童军徽、右上角徽都拿掉了探索童军没变网络这个应该是属于义务服务员的童军徽拿掉。然后各位注意到后面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是我们国内不重视的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字体变了？还有大小写变了，不但大小写变了，字体也变了这个在英文在英文的国家来讲，当然其他那个阿拉伯啦、法国啦等等的那个，我是没有去注意收集那一些。不过我拿这些例子，是整个看这几个简单的例子，知道说人家各国是那么的严谨在看待它的标志。那我们如果以目前的全球市场来讲，不管你是商业或非商业，这个叫做商标权。这也是今天我待会儿要跟各位介绍的。接下来，澳洲，我们的邻居，有点远的你看一下，他73年才做了第一个徽章因为澳洲起步的比较晚1997，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几个
5颗星是什么？没人知道。你们可以打字吗？大家可以打字吗？有没有？哎，有了，我看到有人在打字了。有没有能够把讯息打字讯息来告诉我这个星星是什么？澳洲用这个星星是什么？谁知道？哦，Ivan 胡是谁啊？Ivan 胡伙伴，来，中文名字给一下，下次台湾遇到了，我送你一个纪念品。来，不要客气，打一下。胡一平伙伴，哦，你认识吗？你认识哈 ？OK。哎，各位，那个坐在我对面的是胡正道伙伴了，好、哦，这搞不好你们这有伙伴认识他。好，没有错。为什么是南芝之星？第二个问题，来，有没有人想要拿纪念品的？快抢答！为什么他用南石之星？没有人回答哦。哇，那我想一平伙伴应该可以回答吧，因为你都会讲南石之星了。为什么他用南石之星？5秒钟，4秒钟，3秒钟，2秒钟，1秒钟。谁呀、啊？又是 Ivan。OK， 这个 Zen 婷 Zen， 你说是20个州，5个星星代表20个州啊？哎，有点勉强。标准答案，哇，我欠大了。这个一片伙伴，没错，澳洲在南半球，我们在北半球看到北极星，南半球看南十字星。好，我们看一下，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因为我跟他蛮熟的。这个1997年，我2014年，去那边参加他们的那个环境研讨会，我也是那边被颁授代表总会领了我们的那个营地认证书啊，是在澳洲啊，2014年。我很喜欢这个设计，真的太棒了，简单扼要。可是呢，他们还是变了一个新的。各位看一下，来，答案宣布，就是这个。各位看一下，很精彩呗。好，简单的讲，后面的颜色代表各种不同年龄层的童军。好，他们的童军配色。很久以前，我在开始跟澳洲接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制服走极简风了，他们都穿 polo 衫，然后 polo 衫的颜色就这4个颜色啊，童军、幼童军、行役，他们没有所谓的行役，他们是幼童军、童军，呃呃那个我们叫正年童军，然后罗服一样的服饰，他们是用这个来分，他们用制服T 恤polo 衫的颜色这个图我给各位看的是，你们注意看一下大部分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的总会，他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白色背景的彩色跟白色背景的单色，这个还有个白色背景的黑色，注意到这个黑色，这个是深蓝色不一样。然后还有没有背景的透明的，没有背景的彩色跟没有背景的白色就是完全只有线条而已。这个大部分的国家在发展整个 CIS 的时候，他们都会把这些定义出来，然后必须要100%的照用，不可以做扭曲变更换颜色。还有一点，这五个图案的使用的用途的那个什么样子的状况下，怎么样子的应用下，要怎么用都有规定。好，接下来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全世界第2大的国家美国。我当童军的时候是这只老鹰，真正的老鹰，带着盾牌的老鹰用了很久很久很久。后来美国搞了极简风，然后用单色的描线的，然后老鹰呢变成这个图案的，而不是仿真的老鹰。这个已经用了很久了。我82年去夏令营当辅导员的时候，还是这一只老鹰。后来
在这个我没有去查，不过这个也用了超过10年。但是各位，你们有兴趣去查美国童军的所有的徽章，他们的徽章种类非常的繁多，他们算是这个全球的组织里面最善用徽章的一个单位啊，也蛮值得我们参考，非常琳琅满目，非常精彩。那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有那么多的成员，有全世界第2大的人，原因也是在他们把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精彩。还有美国童军总会从来没有政府参与过干涉，他们基本上来讲的话呢，都是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创办人呢，因为去英国伦敦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个童女军，然后去拜访了这个贝爷爷，然后就把这个活动带回来。他是一个报业的老板，一个报社的报社老板。我想各位如果有在搜寻这个美国童军的故事的时候，应该这个开始应该就很清楚。但是美国童军真的太丰富、太精彩了。这个改天我们再请这个知音伙伴呢，邀请其他的专家来。好，这是他们目前的官方的 logo。那各位哦，我现在给你们的官方 logo 是从去年开始的哦。美国前年正式接受女生参加童军，他们只有在探索童军有女生，在童子军那个年龄层18岁以下是没有女生的，100多年来是没有。但是呢，在前年的时候改了，通过了，可以去年前年通过了接受女生，造成很大的轰动。然后呢，名称因为以前是 Boy Scout。Boy Scout of America 叫 BSA， 他们发现这个一定要改，所以花了1年。去年正式叫 Scouting America。所以注意到徽章不变，因为这个没有性别的差别。那个女生在美国童军的活动里面呢，发展的非常的快，甚至于已经有全女生童军团。全女生团，这个美国童军的发展有很多的勇敢的变革跟突破这样值得我们参考。好，这也是我们给你看一下，顺便这个附带加码给各位看一下美国女童军，可以看到美国女童军非常的复杂，他们有很多的变化，你看一下。但是我在活动的期间，1978年到2003年这个期间，这个美国女童军这个是我非常欣赏。各位，在这个美国女童军里面，这个很简单的，实际上是3个人，3个女生，然后右边这个呢是属于那个三叶草三叶草的外围，所以这个不是女生，这有3个女生，它代表的是不同种族。中间那个呢，事实上代表有色人种。那所以这个是我看过的这个所谓的 CIS 里面，我觉得设计非常好，这个简单明了，而且一个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后来他们有把这个线节又在简化了，然后现在呢完全没有了，还是回到三叶草最简单。这是美国女童军所做过的有关 logo 的，所以上呢来跟大家讲说这个变革的。然后在这一段我要跟他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我们的组织里面认为童军徽是一个这个祖宗传承不可变的东西。那我觉得在一个这样子的青年运动里面，用这样子的观念是太过保守，而且太过僵硬。这一点呢是很值得各位如果有机会进入到童军会，成为全国会员代表，机会或许以后呢，我们可以呢来让我们这个组织呢真正的符合年轻人的期待，让我们军会会有更新的一个轻化的发展。当然这个需要很审慎的一些考虑跟设计。我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传统，但是我认为我们还是真的要与时俱进。与时俱进这个4个字我听了几10年了，但是我发现真的在做的并不多了。这个就目前就交在各位年轻伙伴的身上。好，下一段这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由我创办、由我提案或者创办我一手规划的这个AGI。我用供应链的观念，就是因为我从电子业在全球的电子业供应链能够让
让整个供应链的生产制造跟最后的完工呢是跨全球的。我想各位如果跟这个产业有点了解，就知道说这供应链事实上是电子业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但是也促成了全球货运还有各方面的工作的成长。我也是从我们台湾这方面的经验里面让我想到这个构想，所以我在2012年也进入了亚太区的这个委员会的时候呢，我就提出这样子的建议。那当时主席呢也非常的开明，当时的主席是香港，后来是担任香港红军总监，同时我的理事长，然后也担任过世界总部的财务长。那他当时在领导我们这个亚太区的财务委员会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这个菜鸟就跟我讲说，哎，可以啊，你把它写规划一下，弄个提案给我们的委员会来做一个报告，让大家来看。大家觉得哎可以的话，我们再进一步详细的规划，就这样开始了。好，我是在2012年提案，这中间呢，各位，这个我们是跨国的，每一个附属委员会平均有11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被推荐的服务员担任成员。那我们那个委员会呢，我在里面待了2任，就1任3年。我们要先沟通，内部沟通，沟通过了，我要提详细规划，内部再讨论，再来调整，最后我们要送区域委员会，就是我们所谓的最高决策委员会亚太区的来做一个审核，然后审核他们也认为可行了，我们还要跟我们的这个资金来源谁呢？亚太区基金会跟他们谈，他们来支持我们，赞助我们。但后来搞到后来呢，不是无条件的赞助，而是借贷，所以我们要还钱的无息贷款。所以我们这一群人搞到后来给自己扛了一个无息贷款的责任。接下来就产品开发，然后我们网站的测试、上线、开站，这一切呢都是由我们业务服务员，然后也是我这个团队。而事实上呢，从第1届开始真正深入参与这个核心工作的呢，事实上呢只有4个人。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呢，也是亚太会议我们在2012年吧，各位算看吧，2012年、2015年2018年，然后再来是2021年。各位你可能不知道，应该2021年是要在台湾开会的，结果我们现在延到了2023年。对，2021年还是开了亚太区会议，不过是线上所以最后线上决议2021年网络会议决议呢，要让这个台湾继续来担任主办国，然后改到2023年的中间报告。2015年我们在亚太区领袖会议正式成立这个单位，也就是正式成立的话呢，我们才开始有资格来跟基金会谈资金的问题。后来他们同意了免息贷款。我还记得那个亚太基金会当时呢，在台北的建坛开了委员会，然后当时的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呢是我们赵守国先生，然后我代表委员会列席结果呢，他们就我来报告的工作，我们要做一什么？然后那个会议呢通过要借我们起始资金就这样开始的。2017年规划完成启动，我们在亚太区的领袖高峰会议，那一年2017年高峰会议呢是在巴厘岛办。好，这些都完成了，我们正式，因为基本上它会有这个所谓的商业行为所以呢亚太区领袖会议呢就邀请我们核心团队。2018年，那2018年呢我们已经任期到了，我们几个人应该要被解散了。结果呢就在会议期间，我们被告知说决策委员会呢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叫做供应链管理委员会。我们几位呢都全部被邀请继续推动相关的工作。同时因为我们基地在亚太区，也是亚太区办公室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又必须要在马尼拉以这一个国际组织的身份要登记一个非营利事业公司
因为我们是非盈利事业，但是还是得缴营业税，但是我们不缴所得税啊。然后是由这个公司是我们叫做信托人，不是股东，信托人是由区域委员会跟亚太区基金会代表，还有我们的代表来监督营运。顺便各位提一下，中华民国童军基金会的那个我们成立的这个文物供应中心啊，各位，它也是一家公司，它必须登记一家公司，因为我当时担任执行长，我负责主管那家公司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得缴营业税，但是呢，我们不用缴我们还是缴那个销售税，但是我们不用缴那个营业的那个所得税啊，所以这一点各位要了解一下啊。这个员工啊，员工不是免税了，还是得要缴这个营业税，只是没有缴所得税啊。目前亚太区资源中心的财务主管以及专职职员有参与营运，那我们的委员全都是义务制。各位，我们亚太区委员的运作是3个月开一次会，那现在是3个月开一次线上会议。疫情完以后，然后呢，可能有些委员会是半年开一次见面的会议，一直到3年结束为止。那可是呢，各位很难想象的是，我们这一群人呢，我们是每个礼拜开会，因为我们在营运在这个服务大家，而且是24小时都有事情发生的，所以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群义务伙伴呢，基本上呢，我们是每个礼拜都要开会。好，在这里开始讲我们成立宗旨之前，我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很重视的，我们这次的，我待会儿介绍我们的宗旨。这个是我当时在基金会我在中华民国基金会的时候，我担任执行长的时候，我在文工开创的一个新的产品线，就是环境友善的系列产品我相信大概那时候环境友善系列产品大概都已经没了，都没货了啊。原来是我当时希望能够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那右边呢，各位这个很可爱的这几个娃娃呀，实际上是我请一个台湾的艺术家帮我们设计的。这是3个童军超人，第一个超人呢就是保护地球的超人，第二个超人呢是 Safe from Harm 的超人，第3个超人呢是 MOP， 你看那个翅膀，大家都知道鸽子的翅膀，这是 MOP 超人啊。那你看这都带领巾，对不对？有紫色领巾代表什么？童军总会啊。这个是我们另外一系列的商品啊。那个可能我不晓得在我们现场伙伴搞不好也有买了我们做的那个毛巾啊、吸汗巾啊，就是用这个超人来做设计的。好，为什么要成立？供应亚太区各国童军商店线上购物平台，我们主要的目标是给童军商店，因为很多童军商店很小，他们根本没有那个资金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帮他们服务什么呢？我们负责金流跟资讯流，我们负责网站，他们只要负责上架产品就好了。但是呢，我们拿到订单呢，他们要负责物流，他们要寄货，然后我们再付钱给他们。所以可以让童军伙伴，我们以前怕的要死，别的国家的文物看的都怕的要死，然后不然就是像我去参加世界大露营，我可以拿到一大堆各国的，哇，那真的是宝贝啊！那我们是希望说，让伙伴们可以不用出国，就可以买到你心仪的各国的童军文物。这个是我当时因为我自己当过童军，我自己知道，所以呢，我就想要推动这样的动作，很幸运的能够接受了。第二个，为有需要的童军商店来开拓销售通路。很多国家只能在他国家卖。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童军商店的收入对童军运动很重要的话，马尔地夫只有1万人，各位你想他们1年下来营业额做多少？但是如果马尔地夫的特色童军用品可以卖到全亚洲呢，那他们收入自然增加了。所以呢，同时我们还提供，因为我们跟厂商比较密切，所以我们这边还提供专业制造的供应，确保品质。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呢都是老资格的伙伴，我们对于童军用品的品质，还有这些整个的设计，我们非常讲究，所以我们要能够确保这个品质的问题。我们简称叫 SB 啦，我们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世界会的商品，都是跟世界总部有签约，获得商标制作权，我们要有权利金哦。然后我们开发了专属文物，
也偏重环境友善的材料跟永续生活的设计。这部分主要是我推动的工作。我当时在文工的时候，我就开始来做这件事，因为毕竟我在环境方面已经接触20几年了哈。那也是我加入童军总会跟在亚太区跟世界本部，我扮演的比较积极的角色，就是在环境教育方面的推动。第4点，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优质的服务。我指的是我们对我们童军伙伴，不管是青少年伙伴还是服务员伙伴，同时我们在设法，我们想尽办法要能够降低运输成本。各位，你想想看，如果你从英国买个东西寄过来的话，你要花多少钱？好不好？你花的钱是你买的东西的好几倍。同样的，今天如果你上我们的官网从菲律宾买，也是一样，那个运输非常的贵。可是呢，我后来把这个推而广之，我成立了台湾商店、台湾供应站，也就是说，各位伙伴直接买的时候，我在台湾供货，那我们都已经把货放在台湾，存货在台湾，你们只要付国内的邮局运费就好了。你看差多少？这个不到100块跟好几千块的差啊！这样的做法我们已经推广到香港、印度，然后我们慢慢推广到这个现在越南已经开始在投放。好，再来，然后我们有 FB 的线上即时回应，好，然后我们有这个提供我们高 CP 值的童军特色用品，并广泛适用于日常生活。我的一个目标是希望把童军的品牌的用品，大家可以穿在身上，用在平常的生活里面，让到处可以看得到我们非常骄傲的一个童军徽，就好像这一个社会高层人士喜欢穿 polo 衫当然是买原厂的，原厂比较贵。那我希望说让大家所有的家长认为说，让他自己的小孩穿上这个代表优秀青少年的一个服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方向。第5个，我们现在已经透过了社群平台 FBIG， 让童军伙伴他们有任何的回应跟期望，他们可以随时跟我们交流。我们这边每个礼拜开会，我们都会讨论他们留言的内容。然后我们有一个办事人员是那个亚太区办事处的职员，他会负责答复，我们每个留言全部都会仔细的答复。同时，我们也利用这里发布即时讯息。我们发布的讯息不是只有我们商店的讯息，我们发布所有亚太区跟世界的各项活动的讯息。第6个，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走新品预售，然后呢，我们加强互动交流。然后呢，这一次10月份呢，我们会开始，可能10月份就会开始线上的旧文物拍卖。我们有很多宝物我们开始做拍卖。那个10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在高雄现场，我们会有个现场拍卖活动。那这个所有的拍卖的所得，因为东西都是老伙伴们捐的，然后呢，我们拍卖所得呢，我们全部都捐给基金会。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我时间差不多了，我讲快一点，因为这些资料呢，大家都可以查得到在我们的网络上查得到。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什么叫做智慧财产权。它是一个保护个人智慧结晶的手法，让提供创作以及或是发明者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将有价值的智慧结晶透过授权他人使用或其他方法获得经济上的利益。那智慧财产权法规是指调整人类精神活动成果所衍生的财产权的法律规定我国其实我们没有智慧财产权法，但是呢，我们却有所谓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营业秘密法等等的这些法律共同构成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的体系，宗旨在于保护创新，促进商业发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并调和社会公共利益。第3，除了上面以外，之外法律上我们还有机体电路布局保护法。如果各位有熟悉那个电子业的话，都知道这个是它的命脉如果这个被偷的话，那真的是就麻烦了。还有植物品种种苗法，还有公平交易法，也算是智慧财产保护的一个范围。商标权，这个今天我们谈的，我们的 logo 就是商标权的范围。举凡任有识别性的文字、图形或其他标志，都有可能作为商标权。不过，
商标权跟专利权是一样的，必须要申请核准注册以后才享有。那我们的童军徽，事实上我们有2款，另外有一款呢也登记了。那这2款都有登记这个商标权的所有权是童军总会。那我刚刚讲的之前的这个童军徽之争啊，就是那2个商标啊，后来是有结论的，尘埃落定啊。但是呢，目前这2个商标权都属于童军总会，所以因为另外一个商标权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不用，任何人都不可以用。如果有人用了，就是侵权。商标权人享有的权利是禁止他人基于行销目的使用商标，进行什么呢？包装、贩卖，当然这中间还有生产。现行法规中还可以提起刑事诉讼的，只有侵害商标权跟侵害著作权。所以各位注意这是可以有刑事诉讼的侵害他人的专利权是没有刑事责任，但是呢，侵害商标权最重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罚金，连多2个字，新台币20万以下的罚金。这个是刑事，但是还没有谈民事诉讼的损失赔偿民事诉讼赔偿可不是新台币20万元以下这个就要看这个原告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资料怎么去支持他的损害赔偿。各位，这个呢可以去搜寻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有关的，这是有一个那个律师事务所，我认为我看了很多网站，这个网站所提供的资料蛮完整的，而且蛮清楚，这个可以参考一下。我待会儿呢我会把这个连结呢传给知音伙伴，让他来跟大家分享。好，现在来大家关心的童军徽授权怎么使用？其实我们有2种，一种叫非商业用途，商业用途来定义一下。非商业用途是你们的正式活动纪念品，而且是无偿赠送的用品。譬如说，我们参加活动是不是都会有发所有的活动纪念品？你缴钱，你来参加活动，你就有一套纪念品嘛，对不对？这就属于无偿赠送的，这个免收权利金。各位，所以说你们办活动，而且是正式的活动，所以正式活动，这个就是童军会以上的，而且有跨团的，更不要说总会了。这些事实上是免收权利金，你可以用世界徽没有问题各位，这个时候不要客气如果你是商业用，举个例子，你们都认为我做募款我没有获利，是募款基本上是另外一种商业用途，因为你们没有合法的募款的许可证，我们私人募款的这个呢，在这个模糊地带，我们把它视为这个是你们在销售，但是你们用，我知道很多同学伙伴呢，他用募款的名义在销售产品，中间有相当的利润只是大家不说而已。我认为非常的不可鼓励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清楚。那销售收入更不要讲了，好不好有些伙伴说，我设计很好的东西，那欢迎大家来买收藏，可是却没有申请授权，这个要支付权利金的所以但是各位请注意到我下面要讲非商业用途跟商业用途都要事先申请获得有条件使用授权，才可以进行制作跟使用。我举个例子，你要办那个活动，你要提供那个活动的相关的资料，把那些相关的附件呢送给世界总部 ，OK， 送给世界总部当然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们应该照讲在我们国内的话，应该要送给童军总会，童军总会帮你送世界总部，然后世界总部的授权书来了，他转发给你们，因为世界总部只对童军总会亚太区也是世界总部，它只对童军总会，所以各位这个在使用这套程序，你们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是非常重要，很多伙伴都不知道，然后呢自己呢这个踩了红线，自己不知道我觉得因为
这个智慧财产权是属于谁的呢？不是属于童军总会，也不是属于世界总会。这个智慧财产权是属于所有童军成员，是我们共同的财产。所以总会是代表我们大家的一个集合，世界总部是代表全世界5700万人的集合。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各位要理解这个整个的观念，它是怎么来的，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也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青少年一个正确的法律观念。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获得授权之后，产品设计需要符合世界童军会使用规范，就 World Scouting 的 Brand Center。这一次我们以前呢既有一个 PDF 档，那这一次呢世界总部呢为了这个新的这个CIS 的计划，新的世界会的计划，他们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网站，专业的网站就在这里，等一下也会分享给各位。但是我接下来我会分享给你们看几个重要的网页。国家总会，其实我在总会的时候，我在基金会的时候，我也提出这个观念了。我一直非常强调这个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应该要采取类似的机制，以确保童军组织的社会形象一致。各位，形象一致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让我们认识童军、正确认识童军很重要的。免得让人觉得你们童军怎么这个样子，然后那个不是我们正统的，不是我们正规的，好不好？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同时也确保组织利益，我刚刚说了嘛，这些所谓的商业利益应该回到我们的组织，让我们的基金会来共同的来运用善用。好，这个第三个观念我也想跟大家能够沟通。好，这个呢就是你们进入了世界总部的那个 Branding Center 的首页的左边，看得到有那么多的项目。然后这个呢，首先我跟各位我取了几个重点来跟各位提一下。首先，它有所谓的官方字体；第二个，它有所谓的这个官方的这个 logo， 这个 logo 是有意义的哦，我等下会跟你们介绍。再来，各位看到这几个颜色，2、4、6、8连白色9个颜色，这个还不是普通白嘞，叫做帆布白。OK， 这9个颜色的意思是说，我们未来在采用所有的文学品的时候，只能用这9个标准色来配色，不能用其他的颜色，不能自己搞一些有的没有的奇奇怪怪的颜色。那个基本上色彩的配置就是形象。这个我想我们自营伙伴应该会比较感兴趣啊。各位都知道，每一年这个年底的时候都会亚太区都有摄影比赛啊。摄影比赛呢，事实上它里面有几个取件评审的人，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形象手册里面很重视的说，童军的照片应该怎么样来展示，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到时候你们到网站去看，可以看到这些，或者你们有机会到世界总部的网站看到他们那个媒体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形象在这里面。那我是觉得，我以前我还为了这个，我还开了这个摄影的研习班啊，在总会啊，我希望让很有兴趣呢，在各个活动为大家服务摄影的伙伴都能够了解这些讯息啊。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我那时候还请了公共电视的那个专业人员来给我们上课，讲说如何用手机拍纪录片啊。这个是另外题外话。不过这一点我只用这10页，因为里面有10几页，有10几个类别的讯息，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看。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在帮你的团设计这个徽章的时候，我建议你们来仔细的看一下，来好好采用一下。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改变，我非常的认同，我也非常的欣赏，因为它真正的能够强化。好，各位，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世界徽，这个是白徽，就是白色背景，我们称为透明背景。另外一个就是紫色徽，这个紫色，同样紫色我们只有单一颜色，紫色有分成太多颜色了，但是呢，总会有一个色调是用那个标准色号。这一次的标准色号也很用心哦，以前标准色号只给我们一个色标哦，这次的标准色号它不但给了色标，它还强调那个色号是用在什么材质上面用那个色号。
我想如果有接触印刷的伙伴应该懂这个意思哦，所以那个资料很完整，上网去看。再来，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搞了2个徽，你看这是一个徽，这是一个徽，这2个不一样呗？什么意思？左边呢叫做世界童军徽，官方的徽，这个叫做什么？品牌 logo。我们各位英文注意一下，当我们讲 emblem 的时候就是正规的，讲 logo 的时候就是商业形象，这叫品牌标志啊，它叫标示哦 logo。然后呢，注意到文字，我们刚讲商标对不对？注册商标的时候是连文字一起哦，所以它右上角有没有一个 R 啊？各位如果有在工作上有接触有经验的都知道 R 就是什么？叫做注册商标哦。OK。还有呢，这个叫做 shorthand， 不是短手哦，这叫简版哦。什么叫简版？它没有那么多限制。那么注意到，它这个版本呢，它没有文字，它只有这个 logo。注意到这个跟这个不一样，这个是单一的。然后呢，这个跟这个又是不一样，一个白板，但是紫色背景，这叫简版哦。还有我们还有口号。刚刚美国童军，我认为美国童军是发挥口号发挥的最厉害的，这个有空你们去找一下。56分，糟糕。那这个 Ready for Life 是这一次我们世界总会所提出来的啊 ，World Scouting， 然后 Ready for Life。之前我们讲的是什么 ？Creating a better world， 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但这有改了啊，他们就是 Ready for Life， 当然这指的就是对青少年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那个品牌网站的重点，我在这里指定都会开个头，让大家知道一下。OK， 好，你看这些应用看到了没？连这个小图案都有提供他们的建议哦，他们的设计哦。然后这个你看吧，这个就是 Chopin 在这个帽子上，因为在我们来讲，我们在这个供应中心，我们在设计东西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才能够一致的形象。这才是官方的正式的产品，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啊！我们必须具有代表性啊！这个在网站上有非常多，我只是摘录音给大家看一下。另外，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看，这些都是活动，包括我们10月份的啊，我们在台湾举办的亚太区领袖会议，这些都必须要注册，都在世界总部都要有注册的。这些商标都是被注册的，不可更动。如果它有不同的设计，你看到我们在这边下面有没有6个项目 asset 就资产，4个、8个、3个，台湾的5个，这些都是由主办单位他们设计的一整套。所以如果你有想要考虑要用的时候，比如说帮忙推广啦，哦，但并不代表你就代表这个主办单位哦，哦，这个要注意哦。那就可以去看一下哪5个，像这个台湾这个哪5个设计图是你可以用的，他们都允许我们去做推广介绍啊，但是你不能用其他的用途，这些所谓的商标使用都有商标使用的规范啊，所以各位知道你们未来要使用官方的商标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啊，这也是5个例子，网站上也有。好，各位，我们回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童军运动的价值理念，我想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我们台湾募章训练教你们的童军的3个方法，对不对？啊，3大制度啊，这已经讲了几十年了，还在讲这个小队制度啊、徽章制度、荣誉制度。OK， 好。世界总部呢，从2015年呢就提出了一个8大制度，八大方法。他们以前不讲制度了，因为老实讲，我也认为制度不太恰当。8大方法，什么方法？教育方法。啊，这个版本我有参与修订啊，教育方法啊，各位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这个符号架构 symbolic framework，symbolic framework 推而广之，基本上就从我们的制服到我们的竞体徽章，一直到我们所有的童军用品，都是属于 symbolic framework， 它是有它的意涵在里面，所以我常常很重视，我从这个行义的时候就开始帮我们团设计，
然后到罗浮再办一个团的时候，我非常重视我所设计的对象，它必须要展现相当正规的这个所谓的教育跟精神。在这里面，各位看一下啊，这我刚不是讲有9个颜色吗？你看他用了这个4个颜色，然后你看看这4个框框，就是我刚刚讲右上角的那几个图形。好，首先我们的他就写了，我们这个品牌的构想是什么？哦，塑造你要引导的生，然后我们的世界，我们整个同居运动的经验原则是什么？这个包容、探索、创意，产生正面的影响力。Tagline 口号 Ready for Life， 为生活做准备。然后我们的那个价值概念就是帮助年轻人具备必要的能力、技能跟正确的价值观，来形成他们未来所要领导的生活形态。OK， 各位看一下，这字体要按照官方的字体，这个颜色要按照整个配色的规定。好，这是一个我希望大家知道说，其实不要小看你们有机会参与的一个这个纪念章或布章或等等的，包括你们的文宣、你们的手册的设计。我觉得身为一个同居服务员，这样的责任感是要发挥的。好，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正面价值。然后我们发挥社会的影响力，我们是永续发展的未来领袖，我们促进和谐的世界，我们是地球公民。好，最后这个呢，你看这个是一个在外面的一个世界总部的一个广告牌，这就是同居的形象，最新的形象。OK， 好，这个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口号都在上面。这点意思我给大家分享，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未来在办活动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再给你们看一遍，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活泼的运用，但是原则守住。那在网站上有更多的案例。以上，谢谢，我们交回给主持人，我把分享结束掉。好，我们非常谢谢艾利夫今天精彩的分享带给大家很多我们基本上说实在的，在童军运动场中到底有多少人对这些可以这么了解其实真的是很开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场的讲座可以来介绍给大家。那这个时间点呢，的确是会议良多后续我们大家在做布章，在各方面的手册设计等等的，我们就可以好好来遵循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规范。那我们这时间点，我们大家先来合影，合影完了之后，我们就大家有听到我声音吗？好，那我们待会我们就合影完之后，大家可以来跟艾利夫这边做交流请稍等我一下大家现在可以准备把镜头打开。这时间点，好，大家镜头开了吗？要一起合影的伙伴，有方便合影的。好，有人已经3指都举起来了好，反应很快，都 OK 了吗？刘教练，好，刘教练也上来了。刘教练在这里。好，那各位 OK 咯，来拍照咯，3、2、1。好，那我们谢谢各位。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